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万物智慧的杨景明。今天咱们聊一个实在的话题。人活着最难翻越的山，往往不是外头的哪个对手，恰恰是自己心里头那座叫情绪的大山。很多时候事本身不大，可咱心里那火上来了，整个人就慌了，脑子也乱了，最后好端端的一个局面全搞砸了。咱们老说修身养性，头一道关就是得把情绪给稳住了。你想，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脾气都管不住，还谈什么做人做事？你细细琢磨琢磨，人生路上栽的那些大跟头，有多少是真因为能力不够？大部分都是败给了当时没搂住的那股火气。那一瞬间的冲动，就跟个火把似的，把你辛辛苦苦经营了好多年的感情、事业，甚至健康，一把火全给点成灰了。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叫先学会不生气，再学会气死人。你初次听可能觉得这话挺狠，有点以牙还牙的味道，但其实这话背后藏着的全是温柔，是慈悲，是对自己100%的负责，更是一种特别从容不迫的力量。咱们这里说的不生气，它可不是叫你硬憋着，打落牙齿和血吞，也不是让你当鸵鸟，遇见事就把头埋起来，不是的，它是一种智慧，是一个人真正成熟起来的标志。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待会儿我会跟你好好讲讲什么叫学会气死人，绝不是叫你骂回去，更不是让你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去报复，而是用一种最高级的方法，让那些想欺负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人，自己难受的不行。这个气死人是用充满智慧的姿态，让不讲理的人撞上铁板，让使坏的人在事实面前无处躲藏。而你呢，不伤身体，不伤心情，还稳稳地守住了自己的善良和尊严。所以你可得用心听到最后。前面咱们先把不生气这功夫练明白了，后面我再跟你聊聊怎么用智慧去守住你的底线，捍卫你的尊严。这2步你真学会了，很多原本看起来要毁掉你的破事儿、烂人，搞不好反而会成就你。你得知道，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功课，不是赚多少钱，当多大官，而是怎么把自己从情绪的泥潭里给救出来。外头的风雨再大，只要你心里不乱，站得稳，就倒不了。可要是你心里头那把火烧起来了，就算外头风和日丽，你也能把自己烧得遍体鳞伤。我在万物智慧讲易经的时候常提到，天下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的变化和平衡。咱把人的情绪也比作阴阳，那生气发火就是阳气太盛，火候过了头。火是个好东西啊，能做饭，能照亮，可火要是太旺，控制不住了，就能把厨房烧了，把房子点了，把人心也给烧焦了。很多人就是这么过的日子，活得像一个火灾现场，遇到点小挫折，砰一下就炸了，碰到点不顺心，轰一下又着了，把别人吓得够呛，最后也把自己烧得面目全非。你说这样的人，他日子怎么可能过得安稳，过得顺心呢？易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做人要讲究阴阳平衡，阴阳一失衡，人就会变得偏激。一个偏激的人，看啥都不顺眼，做啥都容易拧巴，路自然就越走越窄。你看那些真有智慧、有修养的人，他们不是没有情绪，木头人一个，而是绝不会被情绪牵着鼻子走。他们的火是在炉灶里规规矩矩的烧，用来取暖做饭的，不是满屋子乱窜惹火灾的。你看他们说话，往往不紧不慢，做事总是有条不紊，表面上看着不急不躁，实际上是牢牢掌握着自己生命的节奏。他们不是不会生气，而是懂得不把生气这种负资产随便送给别人，因为他们太明白了，情绪要是用错了地方，那就是杀敌300，自损1000的赔本买卖。咱们小时候都听过气大伤身这句话，那会儿不懂，就觉得是大人吓唬小孩。现在上了年纪，回头一想，老祖宗的话真是金玉良言。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你自己感觉，血压蹭蹭往上飙，心跳咚咚像打鼓，全身的气血都往脑门、胸口冲。那个时候，你说出口的话、做的决定、干的举动，10个里有9个半是不清醒的。你以为你在发火，在攻击别人，其实的一刀已经结结实实捅在自己身上了。咱们身体里多少重要的脏器，最怕的就是这种情绪的狂风暴雨。
一场大怒之后，心脏突突的难受，胃也揪得紧紧的，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到2天起来，整个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精气神全没了。你以为是别人惹你才这样，归根结底是你自己的怒火在消耗你自己的生命能量。从咱们国学的角度看，情绪要是不能调和，不能中和，那就是偏，就是过了。中庸里讲的特别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终结，谓之和。啥叫终结？就是恰到好处，有分寸。生气也不是完全不能生，但得有节度，要懂得控制火候。从修行修心的角度看，一个管不住自己情绪的人，其实是很难真正入门的。佛家讲嗔心一起，百万障门开，这个嗔就是怒火、怨恨。你想想，咱们一天24小时，有多少时间是在不满、在抱怨、在生闷气里度过的？真正的修行是先在生活里把你心里头那头叫情绪的野兽给驯服了。所以我为什么要把先学会不生气摆在最前面，反复的说，因为它就是做人的地基，是最基础的门槛。你这一关都过不去，后面所有的智慧啊、境界啊、福报啊，那扇门你都进不去。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想让你明白的就是不生气，它不是压抑，相反，它是一种更强大的内在力量。当然，前面讲了这么多不生气的功夫，可不是要你变成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或者一块没有反应的木头。人生在世，不是为了受欺负来的，是为了活得有尊严、有力量、有自己主张的。所以，当我提到在学会气死人，你千万要理解对，这绝对不是教你去骂街、去报复，而是教你一种更高级的人生能力。当别人想用情绪来操控你的时候，你能稳稳地定住；当别人想用恶意来刺激你的时候，你能一眼看穿他的把戏；当别人想羞辱你、打压你的时候，你反而能用一种得体的方式让他自己感到无地自容。你越是冷静，你就越显得强大；你越是讲道理，你的话就越有分量；你越是保持善良，那些心怀恶意的人反而越会感到难受和不自在。真正的气死人，是让那些想使坏的人彻底失去操控你的能力，是让那些不讲道理的人在撞到你底线的时候自己开始反省，是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最后被你的实力和成就打得心服口服。这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智慧。我先跟你分享第一种方法，叫做以静制动。你会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越是没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用大嗓门，用激烈的情绪冲突来虚张声势，强调自己的存在感；而越是有能力、有底蕴的人，反而越安静、越沉稳，越不急着开口说话。当别人用情绪来冲击你的时候，你越是不被他带走，不跟着他的节奏跳，他就越会觉得无处下手，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第二种方法叫做以理服人，就是不吵不闹，把所有情绪都放在一边，一五一十的拿事实说话，规规矩矩的按道理和规则办事。你越是心平气和的讲道理，对方那种胡搅蛮缠的丑态就越会暴露无遗；你越是客观冷静的分析，对方就越显得小气又幼稚。一旦你把事情的原委、利弊、对错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方如果还要继续撒泼耍赖，那丢人的是他，不是你。第三种方法叫做以实力还击，这是最根本、最长效的一种方法。你把所有的心力和时间都用来提升自己，你越优秀、越努力、越自律，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风生水起，那些曾经看不起你、嘲讽你的人，就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被事实狠狠地打脸。你根本不需要去跟他们争辩什么，你越是不解释、不争辩，默默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就越容易让对方无话可说。第四种方法叫做以德化人，就是不管对方怎么样，你始终对自己有要求，保持一份基本的善意和风度，哪怕这个人不值得你这样对待，你也不轻易降低自己的做人层次。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越有德行，你的根基就越稳，就越不会被别人的恶行拖进泥潭。你为人越光明磊落，就越能照见对方行为的阴暗和不堪。你对他保持一份宽厚，他如果还继续伤害你，事后他很可能会感到羞愧。第五种方法
也是最关键的一条，叫做守住你的底线。你要清楚，不生气不代表你没有原则，不动怒不代表你可以被随意践踏。你的底线在哪里？红线是什么？必须清清楚楚，而且要让别人知道。一个人越是没底线，就越容易引来别人的欺负。一个人越是有清晰且不可逾越的底线，反而越容易赢得别人的尊重。你可以心胸宽广，懂得宽容，但绝不能没有原则的纵容。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对方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和无趣，因为他会发现他以前用来对付别人的那些招数，在你身上完全失灵了，他根本找不到着力点。我认识一位很有智慧的朋友，叫杨景明。他中年以前其实也遇到过很多糟心事，被同事排挤刁难，被上司无缘无故的羞辱，甚至一些亲戚也瞧不起他。但他有个特点，就是遇到这些事从来不会当场发火，不会跟人撕破脸吵，他选择冷静，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转化成提升自己的动力。他专注的学习，踏实的做事，一步一个脚印的把自己变得更强。最后你会发现，我所说的先学会不生气，再学会气死人，他讲的根本不是什么阴谋诡计，而是一种人生的修行。他不是教你怎么跟人斗争，而是授予你一种处事的智慧。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伤害谁，恰恰是为了保护你自己，保护你的身心健康，保护你的善良本性，保护你的人生福报。你先得把自己的心给安顿好了，把心里那口气给调顺了，把自己的格局给撑大了，你才能从容不迫地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风风雨雨。而当你真正在内心站稳了脚跟，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那些曾经轻易就能让你暴跳如雷的人和事，突然就伤不到你了。别人越想控制你，你反而越活得自由洒脱；别人越想激怒你，你反而越显得平静如湖；别人越想让你难受，你反而越让他觉得无计可施，无可奈何。你就用你的修养，你的格局，你的智慧，你的成就，让那些不讲道理的人自己把自己给气着了。而你呢，人生的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前途越走越光明。在人生的漫长旅程里，咱们难免会遇到委屈，碰到误解，遭受不公，甚至直面深深的恶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心里头都会疼得冒出一个念头，我得报复回去，不然这口气我咽不下。报复看起来确实很爽，好像一口气当场就出了，心里瞬间舒坦了。可是等你真正静下心来，过段时间再回头看，你会发现那种极端的充满戾气的报复从来不会给你带来真正的轻松和快乐，它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古圣先贤千百年来都在苦口婆心地叮嘱我们，为人处事切忌走极端，因为你伤害别人1分，因果的规律可能让你承受3分的反弹。你让别人痛苦一时，命运的反馈可能让你纠结更久。因果这个东西，它不是迷信，它是一种自然的法则。极端的报复，就像你抓起一把锋利的刀去刺向别人，可别忘了，刀柄是握在你自己手里的，最后震得手疼，可能伤得最重的往往是你自己。道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很多人对这话有误解，以为报应就一定是外来的灾难或者突如其来的打击。其实因果律最厉害的地方，往往不在于外面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你的内心首先变成了什么样子。你用极端的方式去报复别人，你的心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冷。你用恶意去回应恶意，你的心会逐渐失去柔软和温暖。你的心变硬了，你就失去了感受幸福和美好的能力；你的心变冷了，你就失去了给出爱和善意的本能。表面上你可能在某件事上赢了对方，可实际上你输掉的是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份纯良的品性和内心的安宁。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做人要光明磊落，行事要堂堂正正。为什么要这样活？因为一个内心光明的人，他的人生道路容易顺遂；一个行事正直的人，他的心里永远踏实安稳；一个心怀善良的人，他的好运才会长久相伴。当你足够强大，无论是内心的强大还是实力的强大，你的善良
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力量。你的宽容会变成一种令人尊敬的尊严，你的不发火会形成一种不怒自威的威慑力。真正的善良从来不是软弱可欺，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掌控力，一种能让对方在你面前自惭形秽的力量，一种能让纷争和冲突自然平息的力量，一种能让那些想使坏的人根本找不到下手处的力量。真正的反击从来不是走向极端，而是要懂得适可而止。它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让对方自己看清楚自己的错误。它的结果从来不是为了毁灭谁，而是为了让整件事情能走向一个更正确、更光明的方向。你仔细想想，如果一个人用极端恶毒的手段去报复别人，那他不就变成了他自己曾经最厌恶、最看不起的那种人了吗？你越是讨厌某种行为，你就越不能让自己也成为那种行为的实施者。如果别人阴险，你也用阴险回击，那你和他还有什么本质区别？一个人行事越极端，他的人生路径就越容易偏离正道，走向崎岖。一个人内心越善良，秉持正道，他的人生道路就越容易走得平稳，走得宽阔。不要低估了善良的力量。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他所散发出的气场是柔和而强大的，他所积累的福报是深厚而稳固的，他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安定而充满韧性的。你越是坚守道德的底线，那些恶意的侵蚀就越无法干扰你命运的轨迹。你要明白，人生这场长跑比的不是谁一时更狠更凶，而是谁到最后更稳更从容；比的不是谁吵架占了上风，而是谁最终活得更加清明自在，内心充满真正的喜乐和丰盛的福气。极端的报复可能让你暂时赢回了一口气，感觉爽了一下，但它会严重损耗你整个人生的气运和福脉。而用道德、智慧的方式去处理冲突，你可能暂时需要忍耐一下，受一点委屈，但你最终赢得的是长长久久的好运气，是越来越多真诚的善缘和内心那份千金难买的宁静与坦然。如果你的心里长期住着善意和光明，你的命运自然会越来越明亮，处处逢源。你越善良，你的人生就越顺遂。人生走到最后，真正赢的从来不是哪一场争吵的胜负，而是你一生所积累的因果总和。真正赢的不是你把谁彻底打压下去了，而是你为自己结下了多少善缘。真正赢的更不是谁把谁给气死了，而是谁最终把自己活成了一道温暖明亮的光。你走到哪里，就能给哪里带来一些亮光和希望。你说出一句话，就能让人感到安心和力量。你去做一件事，就能推动事情向着更好、更积极的方向发展。这种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力量，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持久，也最了不起的力量。所以，我常常总结说，先学会不生气，这是修身的根本，是管理好自己的第一步；再学会气死人，这是处事的智慧，是在复杂环境中保护自己、赢得尊重的能力。然后，始终坚持用道德、用善念来处理人际关系，这是在为自己积累深厚的福报。最后，深刻理解并敬畏因果的法则，让它成为你人生路上最可靠的指南和靠山。这是你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点。我们常常觉得生气吗？就是一时的事，发完火过一会儿就好了，能有多大影响？可是你如果仔细观察自己的生活，观察别人的经历，你会发现人生中很多大的灾祸和遗憾，的的确确就是从那一念之间没能控制住的情绪开始的。事情本身可能并不严重，却因为当时咽不下那口气，非要争个高下，结果矛盾越闹越大，局面越搞越僵，最后走向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古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个扰最关键的就是扰在了自己的情绪上。情绪一乱，心就乱了；心一乱，对事情的判断和决策就全乱了。判断一乱，你的人生列车就开始朝着危险的方向驶去了。你看那些习惯了用情绪来处理问题的人，他其实活得很被动，很辛苦。别人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立刻就像被点燃的炮仗，跳起来回应。别人投来一个不太友善的眼神，他马上就觉得受到了冒犯，心里炸开了锅。别人一个小小的
可能无心的动作，他立刻就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这样的人，他的情绪开关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活得最累，也最容易被人利用和操控。我常常喜欢讲一个关于野马的例子。在草原上，有一种蝙蝠会趴在野马身上吸一点点血，这点血量对于体型庞大的野马来说根本微不足道，完全不会危及生命。可是野马被蝙蝠叮咬后会感到烦躁不安，于是它开始疯狂地奔跑、跳跃、挣扎，试图把蝙蝠甩掉。结果呢，蝙蝠没甩掉多少，野马却因为长时间的剧烈运动和情绪激动，最终力竭而亡。这个故事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生活中很多让我们大发雷霆的事情，其实就像那只蝙蝠，它吸走的血非常少，根本犯不上以命相搏。可是我们呢，偏偏就像那匹野马，感到一点不舒服，就立刻陷入狂躁，拼命地甩，使劲地踢，一边大骂一边横冲直撞，最后气得自己血压升高，心跳过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身体搞坏了，人际关系也弄僵了。你说这到底是别人害了你，还是你自己的暴脾气害了你自己？单单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角度来看，每一次生气都是一次对自身健康的严重摧残。你感受一下自己生气时的身体状态，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血压一瞬间飙升到高点，呼吸变得又急又浅，肩膀和脖子绷得僵硬，整张脸涨得通红发热。这些生理反应可不是装出来的，那是你的身体在向你发出最严重的警报，是你的心脏在超负荷工作，你的血管在承受巨大压力，你的大脑因为过热而无法正常思考。生一次大气，你的身体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动用很多能量，才能慢慢修复过来。如果长期处于易怒的状态，你以为这只是个脾气问题吗？不，这其实是一种慢性的对生命的消耗和自杀行为。很多医生都坦言，临床上大量的重症、慢性病追根溯源，都和长期的不良情绪，特别是愤怒情绪脱不开干系。一个遇到点不顺心就火冒三丈的人，他的人生道路会越走越觉得憋屈，身体会越来越差，心理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从我们国学智慧的角度看，情绪问题从来不只是心理层面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走势。人为什么会那么容易生气？根源在于执着，执着于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对的，执着于别人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来做事，执着于事情一定要符合我的预期。这些执着堆积起来，就变成了怨气积累久了，遇到火星就爆发成嗔怒。佛家说嗔心一起，百万障门开，真是至理名言。你会发现，当你怒火最旺，嗔心最重的时候，往往也是你生活中最倒霉、最不顺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内心充满了冲突和不平，这种混乱的气场自然会吸引和感召来外界更多混乱和不顺的事情。你的心气不顺，外境就很难顺遂。你的内在乱了，外界的事情就容易出岔子。你的命运之所以感觉坎坷，不一定全是别人在害你，很多时候是你自己的坏脾气、坏情绪，像漏气的轮胎一样，把你人生的运势和福气一点一点给漏光了、耗尽了。从因果规律的角度来看，一个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的人是很难积累福报的。你一天到晚都在发火，说伤人的话，做冲动的事，待人急躁无理，这其实就是在造口业和意业，是在种下不好的因。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但因果法则不看动机，只看你实际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种下荆棘的种子，就不会开出芬芳的花朵；种下愤怒的种子，就长不出平和的福气。反过来，一个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他会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下非常深厚的善缘，别人愿意亲近他、信任他，愿意在他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愿意与他真诚合作。他不轻易发火，不出口伤人，他的福报就在这种平和的气场中悄悄增长，他的人生运势也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下默默好转。你看，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哪里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啊？这分明是关乎你一生健康、关系、
乃至命运走向的大事。你今天成功控制住了一场即将爆发的怒火，你就可能避免了一段关系的破裂，防止了一次健康的损耗。你今天忍住了那句冲到嘴边的气话，你就保住了一份难得的缘分，留住了一个未来的可能。你今天没有在情绪的支配下做出重大决定，你就等于重新掌握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没有驶向错误的岔路。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也常常在万物智慧提醒关注我的朋友，遇到事情千万别急着发火。你要知道，在你发火的那个瞬间，你实际上是在用别人的错误，或者用一件不如意的小事来狠狠地惩罚你自己。你越是生气跳脚，对方越会觉得你这个人简单，容易被操控，容易上当。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频频点头，心里非常认同，觉得杨景明老师说的太对了。但是一回到现实生活，遇到具体的事儿，那股火气嗡一下就又上来了，根本控制不住。这就是人性，懂得道理很容易，真正能做到太难了。为什么做到这么难？因为情绪管理它不是靠头脑明白几个道理就能解决的，它是一门需要实实在在去练习的功夫。要学会不生气的一步，根本不是强迫自己把火气压下去，那样会憋出内伤。第一步是先要学会认识你自己的气，你得像旁观者一样冷静地观察自己。我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怒？我发怒的深层原因是什么？是哪一根敏感的神经被触碰到了？是我内心哪一个固执的执着点在作怪？一个人越是能清晰地看清自己情绪的升起和变化，他就越有能力在情绪即将掌控他的那个关键瞬间把自己给救出来。生气它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在它全面爆发之前，一定会有一些细微的征兆。你会感觉胸口发紧发闷，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手脚可能微微发热，眉头不由自主地皱起来。你要像训练肌肉一样训练自己对这些身体信号的敏感度，在这些征兆刚刚冒头的时候，立刻有意识地叫停，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面那个惹你生气的人或事上迅速拉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感受上来。外面发生了什么，别人说了什么，在那一刻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察觉到，哦，我的火气正在往上冲。如果你能在那1-2秒钟内看见它，意识到它，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真正的修行不是要求你变成没有情绪的石头人，而是要求你先看见情绪，然后由清醒的你来决定要不要跟着这股情绪走。我在万物智慧讲易经讲了这么多年，越讲越深刻地感受到，人生最大的智慧之一就是调气。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阴阳平衡则万事亨通，阴阳偏盛则必然招致失败。你的怒气就是典型的阳偏盛了，是火过旺了。火太旺怎么办？就需要水来调和，来平衡。什么是水呢？水就是静止，是停顿，是放缓节奏，是不急于做出反应。你越是着急上火，急着辩解，急着反击，那火就越烧越旺。你越是能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那火苗自然就慢慢熄灭了。肯定有人会说，杨景明老师，你说的轻松，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我怎么能当没听见？他明摆着针对我，欺负我，我怎么能不生气，不反击？我告诉你，一个真正成熟、有智慧的人，他不是没有感觉，不是木头，他也会感到不舒服、不公平，但是他绝不会让别人的情绪和行为来决定他自己应该如何反应。我认识一位企业家，他年轻的时候脾气那叫一个大，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暴君，下属一句话没说对，他立刻就能拍桌子骂人，一点情面都不留。结果呢，底下的人表面上怕他，背地里都躲着他，人心涣散，团队没有凝聚力，公司业务也一直做不大，处处碰壁。后来他机缘巧合遇到一位老人家，老人家观察了他一段时间，很直接地对他说，小伙子，你这个人能力是有的，头脑也灵光，但你的事业不是输在能力上，是输在你的脾气上。人心要是散了，你的队伍就带不动，队伍带不动，你的事业根基就稳不住。你想成就一番大事，心里头这把火必须先收起来，
把它变成温暖团队的光，而不是烧伤别人的烈焰。这话对他触动特别大。从那天起，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次想发火的时候，不管多生气，先强迫自己深呼吸10次，10分钟之内绝不开口说任何决定性或伤人的话。他从来没有想到，仅仅是一个不生气的练习，不只是个人修养的提升，竟然成了他整个人生和事业的转折点。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举这些例子？我就是想让你明白，不生气，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一门需要日日练习的功课，是一种需要培养的能力。那具体怎么练呢？我分享几个简单的心法。第一，要刻意求慢，说话之前先在心里过一遍，把语速放慢一点，走路做事有意识地把节奏放缓一点。第二，要主动寻静，每天哪怕只有10分钟，给自己创造一个不被外界信息轰炸，不被他人情绪干扰的安静时刻，让自己的心像一杯浑水一样慢慢地沉静下来，杂质沉淀，清水自现。心一旦静了，你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好像也没那么嘈杂刺耳了。第三，要学会转念，当别人冒犯你，让你不爽的时候，不要立刻进入对抗模式，而是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这个人，这件事是来考验我的功夫到了什么层次的。很多人还是觉得难，会说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做不到啊，火气上来根本控制不住，怎么办？没关系，咱们从最简单最微小的动作开始练。我给你一个立刻就能用的方法，下次再遇到让你心头火起的事，先别急着开口回话，你立刻做3个深长的深呼吸，把目光从那个让你生气的人脸上移开，看看天花板，或者看看窗外的一片叶子，先让你的心跳速度慢慢的降下来。你不需要在那一刻就想出多么完美的应对策略，也不需要立刻去争辩什么输赢对错，你首要的任务就是先保护好自己的心，不让它在盛怒之下受伤。很多激烈的争吵都是因为心跳的速度跑赢了大脑思考的速度。当你通过深呼吸让心跳平稳下来，你这一刻就下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的未来和福气。我认识一位性情特别温和的长者，你几乎看不到他发火的样子，别人对他说了很重很伤人的话，他也只是微微笑一下。别人态度非常不好，冲他大喊大叫，他还是能平静地点头倾听，甚至别人情绪完全失控，在他面前失态，他也能稳稳地包容地看着对方。有年轻人特别佩服，就去问他，您是怎么修炼的，从来都不生气的？是不是从来没遇到过让您生气的事？这位长者听了，温和地笑了笑，说，我哪里是从来不会生气呢？我也是凡人，也有觉得不公觉得委屈的时候，我只是比很多人更早地想明白了一个道理，生气给我自己带来的是灾祸，是损耗，而不生气给我带来的却是福气，是平安。当我面临选择时，我当然选择要福气和平安，而不是选择灾祸和损耗。这句话我品味了很久，也铭记至今。一个人真正开始转变，往往不是因为他周围的世界变了，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深刻地认识到，生气是一种对生命能量的巨大浪费和损害，而不生气则是一种对自身福报的默默积累和存储。你会发现，当你修炼到一定程度，你越是不急躁，你越容易掌控整个事态的走向；你越是不发怒，你越能冷静地看清对方的软肋和破绽；你越是能成为自己情绪的主人，你才越有力量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宰。当不生气从一种刻意练习变成你骨子里的习惯和自然流露的气质时，你会豁然开朗。过去那些让你暴跳如雷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多么不值一提；过去那些让你伤心欲绝的人，其实根本不值得你浪费宝贵的生命能量去纠缠和怨恨。到了这一刻，你的心才算是真正的成熟了，强大了，自由了。如果你觉得杨景明分享的这番话让你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请不要吝啬，把这份提醒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关注万物智慧，跟着我一起学习传统文化里的生活智慧。我们下期再见。